今天穿明制漢服逛清东陵的定陵，這裡邊埋着清朝人氣倒數第一的皇帝咸豐帝，他這個人氣已經低到了連孫殿英都無視他的程度。雖然他的帝陵地方挺大，但孫殿英從頭到尾都沒搭理他的墓，可見其人氣有多低。我們可以把他和其他皇帝的人氣做個對比，比如咸豐前面的道光帝就以丧权辱國而聞名，連嚴崇年提到道光帝的時候都忍不住要破口大罵，誇不了一點兒。但話又說回來，這就意味着雖然沒什麼人誇道光，但罵他的人很多，這何嘗不是一種人氣呢？咸豐後邊的同治帝有天子死花柳之名，光緒帝有砒霜不耐受之名，末帝溥儀就更是大名鼎鼎了。唯獨這個咸豐帝當了11年皇帝，就如同沒出過勤一般，毫無存在感，人氣還不如他的宜貴妃，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，那位是晚清真正的頂流。思來想去，咸豐仅有的一點人氣還是太平天國給的，也就是那句讖語：天父杀天兄，江山打不通，長毛非正主，依舊讓咸豐。如果楊秀清不作死的話，恐怕咸豐連這點人氣也搞不到手了。如今的清定陵是一處不对外開放的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也是我漢服之旅中的重要一站。這是我開年出發後的第一個漢服視頻，漢服是漢民族的服飾，就該勇敢穿出去。此句與諸位同袍共勉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位於河北遵化清東陵的咸豐帝陵啊。這塊雖然不開放，但是它的看點還不少啊。一會兒我們來逛一逛這兒。我是2025年11月去的，當時是從慈禧陵步行過去的，雖然只有800米的路，但走着感覺特別遠。其實這路是可以走車的，應當開車過去。到了定陵之後，我們照例先看一看它的格局。最南側是它的神道，神道兩側是石像生，包括文官、武將、石馬、石像、石獅子等等。盡頭還有一對柱狀物，那個是石望柱。再往南其實還有點東西，但被鐵絲網圍住了，就不過去看了。神道往北是一座5間6柱的冲天式牌楼門，它6根石柱子的頂端安裝着須彌座和蹲獸。從這兒往下看，能發現它的斗拱區被安裝了加固的鐵架子，最底部則是抱骨石。以上的這些石構件不是給咸豐專門制作的，而是從東陵的道光帝陵遺址取過來的，也算是物盡其用了。再往北走是清定陵的碑樓，其屋頂為重檐歇山頂，上覆黃色琉璃瓦，它是不開放的。實際上清東陵的每個碑樓好像都是不開放的，只能扒着門縫湊合看看。從這個區域往側面看，就是清定陵的神廚神庫區域。我們能從航拍視角發現，這邊有4座齊全的建築，其中有2座雪山頂小房子，1座硬山頂大房子，還有1座重檐歇山頂大亭子，這就是當初備辦祭品的地方。另外附近御河的位置還有一個釣魚佬，但這麼冷的天還能上魚嗎？當時河水還沒凍上，現在估計水都上凍了，更沒法釣魚了。除了釣魚佬之外，現場還有野餐游客，還有現場直播講清史的主播，總之還挺有生活氣息的。因為主陵区是不開放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用无人机來看看它的格局。首先門外的東西朝房只剩了一個東朝房，西朝房則只剩下遺址了。隆恩門是基本完好的，它沒有入口出口的標識，看來沒開放過。再往裡看，發現隆恩殿的西配殿也只剩下遺址了。如果往深處飛，能看到方城前有一套15貢，而明樓後面的寶城則是肉眼可見的小，或者說清帝陵的寶城普遍都小，這是一個共性。如果往東側飛，能看到定陵配套的飛檐寢，它的隆恩殿用的是綠琉璃瓦，比帝陵低了一級，後半部分的格局看不到，因為全都被綠樹蓋住了。之前我見別的把頭在近距離觀察過這邊，但我實在是找不到路，就只能這麼湊合看看。根據資料顯示，這裡邊葬着咸豐帝的15位妃嬪，其中有皇貴妃2位，貴妃2位，妃4位，嬪4位，常在3位，其中不包括慈安和慈禧，這2位是單起的陵墓，之前我們去過了，故不再赘述。看完咸豐帝陵的格局，我們再來復盤一下咸豐帝的那些往事。如果把歷史線串一串，你會發現這個人的一輩子概括起來就是4個字兒：倒霉催的。
他剛繼位第1年就趕上金田起義了。都說官逼民反，但這個鍋再怎麼着也不能扣在一個剛繼位的皇帝頭上。那很明顯，這只能說明道光不爭氣，給咸豐留了個天崩開局。在當了11年皇帝後，咸豐帝於1861年病逝，他死了3年之後，洪秀全才病逝。也就是說，道光帝愣是没熬過比他大了20歲的洪秀全，說明他遇到的糟心事兒可比太平天國要更多。沒錯，這裡說的就是爆發於1856年的第2次鴉片戰爭。雖然當時的清政府和英法聯軍簽了天津條約，但在1860年，英法聯軍還是攻進了北京，火燒了圆明園以及頤和園的部分建築，嚇得咸豐帝逃到了避暑山莊，並在轉年病逝。很明顯，這就是被嚇死的。在咸豐帝短暫的一生裡，如果說有什麼是正面的，那也就是推動洋務運動了。按照如今的人民史觀來看，洋務運動實則死於內外聯合的绞殺。我們的歷史課本將洋務運動的失敗歸因於清朝的制度落後，這個觀點還是太客氣了。但是別忘了，這個新史觀的核心觀點是，愛新覺羅集團一直在與列強溝合，將大批財產轉移到海外。既然大家都商量好了，那麼咸豐帝為什麼會被英法聯軍逼退到避暑山莊，嚇到英年早逝？為什麼他又要重用漢官，搞洋務運動和轉移漢家財產這事兒背道而馳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，雖然咸豐帝也姓愛新覺羅，但他仍然只是一個外人，開趴不帶玩，背鍋你先上，所以他會挨整，也會反抗，只是沒什麼卵用罷了。至於這個想法是否合理，就要在未來的旅途中去尋找更多的佐證，從而驗證升級這個觀點了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